俄乌战场剧变，俄军突袭哈尔科夫，试图建立军事缓冲区。乌克兰将组建10个旅以应对俄罗斯攻击。美国向乌克兰紧急出售3辆海马斯，并原乌价值4亿美元的武器。乌克兰得到的援助越来越多。美军 B2.1 受损之后无法修复，将于2025财年退出现役。朱姆沃尔特正式拆除先进舰炮系统。历经19个月之后，哈尔科夫战事再起，俄军组建北方集团军，下辖50100名人员，400辆坦克，930辆装甲车，990门火炮，120名空军人员。目前北方集团军由拉平上将指挥，并在5月10日向哈尔科夫发动袭击。5月10日凌晨，俄军对哈尔科夫沃尔昌斯克地区发动炮击，并从皮尔纳、伯里西夫卡等地对哈尔科夫北部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俄军进入皮利纳之后，遭到乌军第42旅打击，至少摧毁7辆俄军装甲车。目前，斯特里列恰、皮利纳、伯里西卡夫、奥里尼科韦以及奥吉尔采韦的战斗仍在继续，并且乌军已经在沃夫昌斯克组织反攻。俄军的进攻以步兵小组为主，辅以装甲车辆和陆军航空兵的支持。由于边境太长，俄军的袭击又太过分散，乌军防御很难面面俱到。俄军的进攻小有成果，但是距离乌军主防线太远，对战线的整体影响很小。乌克兰已经宣布向哈尔科夫增援预备队，灰色区域的战斗仍在继续。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目的就是削弱乌军防守，将乌军从东部前线吸引至哈尔科夫，以协助俄军向库皮扬斯克、巴赫穆特等地发起进攻。同时还希望将乌军逼退10公里以上，并建立缓冲区，以保卫别尔哥罗德、库尔斯克地区。过去一段时间，乌军利用导弹、无人机等武器多次袭击俄罗斯西部地区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俄罗斯希望在哈尔科夫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，以削弱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打击能力。不过就火力军来说，如果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共有5万兵力的数据为真，那么俄军根本无法突破乌军防线。现在是2024年5月，不是2022年2月。在边境防守已经大大加强的情况下，5万俄军难有作为，建立缓冲区也只能是梦想。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想法早就被乌军发现了。4月份的时候，乌克兰就已经发现俄军王牌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、第2集团军、第6集团等部队在前线消失了半年之久，并且乌军还发现有大批俄罗斯工兵在哈尔科夫地区清除地雷，大概是为俄军大规模进攻哈尔科夫开辟道路。同时，北约军事顾问的猜测，俄军很有可能在哈尔科夫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，并有消息称俄罗斯组建了一支编号为 N 的北方集团军，并打算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开启一个军事缓冲区。事实证明这个消息是正确的。从战略的角度来讲，俄军攻打哈尔科夫不仅是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区那么简单，俄军甚至能通过哈尔科夫直接穿插到顿巴斯背后袭击乌军。不得不说，俄罗斯想得很好，只是问题在于乌军对于俄军的袭击早有准备。5月10日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·帕夫留克表示，乌克兰计划组建10个新旅，以抵御俄罗斯的进攻，其中一些旅将用于保卫基辅，并且乌军在哈尔科夫的工事已经挖了几个月，俄军想要突破该地区的难度很大。这次突袭更像是袭扰试探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这或许是2024年最后一次发起进攻的机会。随着乌军拥有的炮弹、无人机越来越多，俄罗斯的进展越来越慢，损失也在逐步增加。再过一段时间 F-16 抵乌，乌军炮弹充足之后，俄乌战线的情况就会彻底反转。这次进攻哈尔科夫或许会给俄军带来一定的转机，但也可能将俄军拖入深渊。袭击哈尔科夫加剧了俄军的损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俄军接下来将每日损失1000人以上。等到5月底，俄罗斯的损失就会突破50万人。此外，俄罗斯就算是建立缓冲区，也无法抵御乌克兰对俄本土的袭击。在俄罗斯进攻哈尔科夫的同时，乌军继续使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，对等攻击的强度在持续升级。5月11日凌晨，乌军使用 ATACMS 集束炸弹袭击俄军距离前线115公里的一个燃料库，并使用无人机击中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铁路线上的油罐车。美国紧急对乌出售3套海马斯，并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武器。
5月10日，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紧急出售3辆海马斯，由德国提供资金，价值约为3000万美元。援乌海马斯没什么稀奇的，重点在于紧急这2个字。根据大羚羊网站的数据显示，乌军迄今为止只损失了3辆海马斯。火力军有理由认为，美国紧急出售的这3辆海马斯是用来填补乌军空缺的。说到这儿，火力军就不得不提一句，俄罗斯宣称已经击毁的海马斯比乌军当前拥有的都多。自2022年7月以来，俄罗斯就多次宣称击毁了海马斯。在2023年12月，也出现过乌克兰的海马斯被击伤并送到美国修理的图片，但是在俄军这边，直到2024年3月才首次公布海马斯被击毁的视频。当时这辆海马斯被部署在顿涅茨克州布罗皮利亚市镇附近，距离接触线大约40公里。俄罗斯使用了带有空爆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，在海马斯附近进行空爆之后，海马斯弹药殉爆。就战场情况来说，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彻底击毁海马斯。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下，可以通过 RQ-7 无人机将侦察到的情报回传到营级制导站，海马斯可以根据情报打击敌方战役纵深处的移动目标。不过从乌军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大概率没有获得整套海马斯的营级指挥系统，所以 M31 袭击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固定的，是北约通过航天侦察和航空侦察发现的，由后方的旅指挥所通过星链传输给炮组，炮组手工输入坐标。在乌俄战场上，海马斯一般都是沿着公路网进行快速大范围机动，在接到攻击命令之后随停随打。海马斯可以5分钟内完成装弹，1分钟内发射完毕并撤离，最高车速达到了86公里每小时，打完了就跑。无论是俄军的炮兵部队还是航空兵部队都很难及时反击，并且俄军也没有很好的防御手段，只能用比较贵的山毛榉 S300 甚至是 S400 防空导弹拦截。只是俄军的防空系统就那么多，无法覆盖所有的战线。至于俄军所说的击毁海马斯，大部分都是假的，比如木质海马斯、充气版海马斯等等。在5月10日，美国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武器，还是继10亿美元援助、60亿美元长期援助之后，美国提供的第3笔援助。新援助包括防空导弹，比如爱国者导弹、NASAMS 导弹以及毒刺，并且还有用于海马斯的 M31 弹药以及155毫米炮弹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援助内容还包括 M2 与 M113 装甲车，一部分用于替换之前损毁的，一部分新增。而且本次援助属于 PDA 计划，可以直接从美军库存中提取，不需要等待。在当前的援乌上，美军就跟之前说的那样，竭尽全力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一切。此外，加拿大向德国组织的乌克兰防空计划提供5560万美元的资金，比利时拨款900万欧元，重建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。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越来越多，由于维修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过于高昂的成本，美国空军决定放弃一架之前发生事故的 B2。5月10日，战区网站报道，美国空军决定放弃一架之前发生事故的 B2 战略轰炸机，将在2025财年开始时退出现役。这一决定导致美军的 B2 只剩下19架。为了弥补这架 B2 退役的空缺，美国空军正在推进部署 B21，以替代 B2 和 B1B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架退出现役的 B2 很可能是在2022年10月在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紧急迫降并起火的那架。怀特曼空军基地发生事故的跑道封锁了1个多星期，整个 B2 机队停飞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。只是到目前为止，该事故的原因并没有公开。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，退役一架 B2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维修 B2 的成本有多高，会让美军直接选择放弃？作为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， B2 的飞行成本是很高的，每小时超过14万美元。为了保养 B2， 美国空军还修建了24小时全天候的恒温恒湿机库，并且 B2 每次飞行之后都要对机体的隐身涂层进行维护检查，每隔7年就要为 B2 更新一遍隐身涂层，耗资高达6000万美元。维护成本都已经那么高了，更别说维修成本了。2010年2月，华盛顿幽灵号在关岛的安德森机场启动时，一台发动机发生火灾，导致这架 B2 从2010年开始大修了将近4年的时间，维修费用高达1.05亿美元。2021年，一架 B2 轰炸机在怀特曼空军基地受损，当前依旧在诺格公司的42号工厂维修。也正是因为维修 B2 的费用太高，加上 B21计划的推进，美国空军维修损坏 B2 的成本与时间就显得有些浪费。退役 B2 只能说意料之中。
造船能力衰退已成为美国海军发展的最大短板。由于舰船维修的延误以及过时的设计应用，美国海军在保持战备状态上面临一定的问题。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5月份的报道，美国政府问责局透露，尽管造船厂有足够的空间，但只有不到40%的美国海军舰艇按时完成了维修。美国政府问责局将造船厂条件列为美军面临的最大战备问题。同时，海军技术网的报道称，美国海军的舰船设计应用导致了较慢的速度以及难以预测的成本、进度和性能结果。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星座级。美国国家利益发表的文章表示，星座级的服役时间可能会延误3年，原计划于2026年服役的星座级可能到2029年才能交付给舰队。美国海军海洋系统司令部表示，新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尚未完成。星座级在设计上借鉴了欧洲多用途护卫舰，但只是目前仅完成了80%的设计工作。就美国海军目前的情况而言，或许无人艇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俄乌战场上，俄军使用自杀式无人艇摧毁俄黑海舰队的军舰，胡塞武装在红海使用无人艇攻击商船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只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五角大楼的重点依旧是大型造船项目，预算也是优先考虑由传统国防承包商建造的大型船只和潜艇。美国海军今年为中小型水下无人潜航器提供了1.72亿美元的预算，到2025年，这一预算将降至1.018亿美元。朱姆沃尔特号的主炮被彻底拆除，未来将安装垂发，用于发射高超音速导弹。预计在2025年，第一艘改装好的朱姆沃尔特级就会下水。5月8日，朱姆沃尔特号在密西西比的一家造船厂内正式拆除先进舰炮系统。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最大的特点就是2门先进的155毫米舰炮，可以为两栖作战部队提供火力支援，对150公里之外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。但是该舰炮必须使用其专用的 LRLAP 远程对地攻击炮弹，该炮弹最初号称能取代战斧导弹，降低对地攻击的成本。只是在实际建造中， LRAP 炮弹的价格从最初的一发80万美元飙升到100万美元，还没实战就被美国海军放弃了。这一点在美国内部其实属于常识，不光是 AGS 舰炮严重超过预算，整艘朱姆沃尔特级都远远超过了预算。最初开发时，美国海军估计朱姆沃尔特级的单艘造价可以达到7.5到8.5亿美元左右，而且随着批量制造，价格还会逐步降低。美国海军原本计划建造30艘朱姆沃尔特级，不过现在却只有3艘，加上研发费用，朱姆沃尔特级的价格狂飙到45亿美元一艘，而且还有很多高端设备没有安装。对于美国海军而言，这3艘朱姆沃尔特级就是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但是钱都已经花了，总不能浪费。2023年2月17日，美国海军和英格尔斯造船厂签署了一份合同，打算拆除朱姆沃尔特级的舰炮，为军舰换装垂发，以容纳高超声速导弹，执行对海打击任务。改装后的朱姆沃尔特级将搭载美国海军主导的 CPS 高超音速导弹，而原设计的 MK57垂发装不下 CPS， 因此朱姆沃尔特级会取消一座 AGS， 以容纳4个吉夫尼亚级核潜艇同款的发射管，每个发射管中容纳3发 CPS 导弹。按照这个标准改造的朱姆沃尔特级可以容纳12发 CPS 高超音速导弹，或者是28发战斧导弹。国际局势愈发紧张，北约无人机侦察时长激增。5月8日，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，来自北约情报监视以及侦察部门的情报需求正在迅速增长。北约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助理秘书长斯科特·布雷表示，北约的情报监视和侦察部队由400多名在欧洲工作的人员组成，他们在2023年的侦察飞行时长比上一年增加了30%。北约侦察部队的飞行范围覆盖北约东侧区域、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，以及芬兰加入北约后的边境地区。除了防卫北约地区之外，侦察飞行的任务还包括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。北约情报监视和侦察部队前称是北约联合地面监视部队，主要使用5架 RQ-4D 凤凰无人机。这些无人机在经过改装之后，可以满足北约信息共享和通信的要求，每天可以监视和侦察数万平方英里的区域。该部队最近参加了主要在挪威北部、瑞典和芬兰举行的北欧响应演习，来自10几个国家的2万多名士兵参加了演习。印尼对苏35很感兴趣，现在没有买，只是因为美国的制裁。
之前印尼表示取消采购俄罗斯的苏35，并决定采购法国达索的阵风。当时有媒体猜测，印尼打算将空军机队全面转向运营北约战机。事实证明，印尼这只是缓兵之计。5月9日，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，印尼驻俄罗斯大使塔瓦雷斯表示，印尼与俄罗斯还有一份合约尚未终止，目前只是延迟，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。这份合约的内容就是采购苏35，印尼以总价11.5亿美元的价格采购11架苏35，其中一半以上现金支付，其余则由诸如棕榈油、咖啡和橡胶等商品的贸易协定支付。只是随着北约加紧对俄制裁，如果印尼继续购买俄罗斯战斗机，美国就会根据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印尼实施经济制裁。无奈之下，印尼只能选择放弃。不过根据塔瓦雷斯的说法，印尼这只是缓兵之计，目前印尼购买苏35的合约依旧有效。不过就火力军来说，印尼还是尽早放弃比较好。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，俄罗斯在军工方面的产能只会向战场转移，战机的交付时间还是未知。伊朗在2022年就订购了约20架苏35，并且有意向将购买数量增加到64架。这些战机是采用易货交易，以换取伊朗向俄罗斯国防部提供的军用物资，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人机。伊朗飞行员从2002年中期开始在俄罗斯接受训练，2023年首批雅克130高级教练机交付后，飞行员开始在本土进行训练，但到目前为止，首批苏35战斗机还没有交付给伊朗空军。结合俄罗斯之前使用印度 T80的情况，或许在乌俄战争结束之前，伊朗都没办法获得苏35，印尼这边只会更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哈尔科夫的战况会如何发展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